31岁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硕士。大家好，我叫吴雨华，今年31岁，来自辽宁省辽源市，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硕士学位。我从小能歌善舞，非常喜欢戏剧表演。今天想要借助非你莫属这个平台，寻找一份影视传媒领域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欢迎雨华。您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哪年回来的？我去年7月。去年7月份回来的啊，就是2011年的7月。对。本科上的什么大学？我高考是个落榜生，所以只是念了一个自费的大专，在北京邮电大学。哦，北邮自费的大专。对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工作了一段时间。当时做的什么工作？跑龙套，就是我签约了一家很小的影视传媒公司，就是从跑龙套开始做起。后来也是为了赚钱，也进入了一家很小的影视公司打杂，做过销售，做过前台，后来就出国留学了。那在英国待了5年的时间。对。你念硕士念了1年吧？我是读了1年研究生预科，然后再读的研究生。2年。对。剩下3年呢？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伦敦的华语外向电影节做宣传和文案，大概做了半年的时间，然后我就去进修了接近1年的那个戏剧表演和舞蹈。之后我就有时候编剧，有的时候有机会我就去参加影视剧拍摄。参加了什么剧拍摄吗？我参加了一部外国的电影，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英国片，叫做《被隐形人袭击》，我是演了一个杀手女博士。后来这个电影上了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后来就跟那个导演失去联系了。哦，那你当时回来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回来了？第一个原因是我签证到期了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钱不够用了，想回国挣钱来了。对。回来到现在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刚开始是在阿丁秀国际传媒做总经理助理和模特培训老师。那家公司觉得我想的都是就是影视拍摄，但是他们想要做更多都是模特方面的。好，随后呢？我在17.5经典花园影城做市场部的策划。这又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就是影片宣传呢，还有票务打折呀，各种节庆日的那种策划活动。第3份工作是北京上虞天河传媒公司，我做的是寓言培训的舞蹈老师、代课的表演老师，还有艺管部的助理。做了多久？5个多月。为什么又不做了？因为那家公司倒了。所以你看你的职业经历就真的叫，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，雨华，真的叫鸡零狗碎啊。没办法，没有一点系统，怎么叫没办法呢？这是这个行业特色吗？你说没办法？这不是行业特色，谁说这是行业特色？为什么？你想从事影视行业，在影视行业里面做什么？我最想做的是编剧和演员。第一，编剧没有在这儿找工作的呀。第二，演员没有在这儿找工作的呀。第三，编剧和演员不是这么找工作的呀。是，所以我做了多方面的准备，因为我现在最缺的是钱。对。那如果做不了编剧和演员呢？那我也需要赚钱。我看你简历里面写的是，你是有理想、有天分的人。那么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理想和天分是什么？我认为你找工作呢，有时候靠你的能力，借用你的天分。那么我知道在英国生活的成本很高的。对。那么你在英国的工作经历呢？零零散散，你是怎么去维持那个相对比较昂贵的这个生活成本的？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我做了第1份工作是足够可以养活我自己的，就是我的工资够高来负担我所有的。时间很短，只有6个月。半年，对。但是之后我做演员的时候，我需要承认我前一段时间培训了那1年的时间是我家里给我的钱来去学习。最近这1个月我真的是没有钱了，所以我家里给了我几千块钱。对，家人也有帮助。你的第一意向是演员对吗？对。第2意向是编剧。你是不是内心有个演员梦啊？还是有？不是，我已经是个演员，一个编剧了，不是一个梦。你千万别介意啊！没关系。不是你不漂亮，是你确实形象不够突出。我觉得做演员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不太靠谱。所以就是说，陈浩，你说了这么一番废话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让他
不要再做演员梦。我很少劝别人转行，但是真的，我觉得你有留学的背景，有一定英语基础，而且你换了这么多份工作，我想你也游历了很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其实现在有资格去挑战一些其他的工作。所以这样，雨华，这是你第一轮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。你希望直接进入的是影视传媒行当，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你希望从事台前的工作。第三句话，如果是策划类的工作或者公关类的工作，也是希望在影视传媒行当。对。句号吗？句号。句号。12位先做出一个初始判断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雨华是去是留？选择。尹峰，对，离开了也想说一句话，我不同意陈浩说的，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就不能当演员，谁说的？长得有气质、有个性，陈浩实际上是他不会，他不可能走谐星的路线，对不对？这不需要你去设计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坦诚、很明确的告诉他就想当演员，我喜欢他那种真实，所以你热爱就去。不是尹总，这我真不想争论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很多影视基地住着大片的群众演员，是的，可能那些群众演员也长得很漂亮，也在跑龙套，我觉得但是他不一样，热爱表演一直在研究学习，他就想当演员。不是热爱表演没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实现演员梦，实现演员梦有2条道路。他就一个是成为著名某演员，对吧？这是一条路，还有一条路，干一份不能说我们年纪大一点的，干一份全职工作话少一点。我们年纪大的人话都少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谢谢各位，他们表演，他们我能把这个话说完吗？谢谢各位影视界大佬说的话。我想最后说一句靠谱的话。雨华可以当演员，但是这个平台不提供演员工作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平台提供不了演员的工作。但是现在场上仍然有5位留下来，天生我有才。这样让你们看一看雨华多才的一面，因为毕竟学过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I know that you've been waiting for it and waiting too. In my imagination, I'll be all up on you. I know you got that fever for me, 102. Boy, I know I feel this is my temperature through the minute. If it's a true beginning, it's only you put me when I do. Baby, open my business like a winning interview. Put me on the bed, I just wanna feel you hold it. Touch my body, let me rub my eyes around my face, just a little taste. Touch my body. 好，谢谢雨华。小心，不着急，整理一下麦。邵刚老师啊，哎，我想问他一下，你是来这里找工作的吗？为什么你的简历都是假的呢？我简历不是假的。我发现你在其他网站上刊登的简历，跟你现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简历是不一致的。你说吧。在58同城上，他写的简历是这样的：2011年5月到7月是英国演讲与戏剧学院莎士比亚表演莎士比亚；2009年7月到2009年12月，波罗工作室舞蹈。但这边的2009年写的是伦敦华语万象电影节文案宣传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在开课的时候连续写了5条全部没有一条能对应上的跟这个简历。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那边的工作还没结束呢，就是我是这边上着班，那边有的时候。到底2份简历哪一份是真的？啊，没有不对啊。啊，那是这么说，刘亮，他2份完全不一致的简历啊！你看，你别着急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今天给大家的简历是你偏工作的简历。对。你在网上的那个东西是你偏求职艺术实践的简历啊，对，其实他们都是穿插着的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是这样的。这个简历上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这所有的简历里边，你所的工作的年份和月份啊，都是以年为单位的。比如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在伦敦这个电影节上的工作，你写的2009年，但是你在那边只干了6个月，那么你所有的工作经历跟你的社会实践的经历应该都写在简历里边，让这个面试官呢对你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，否则会误导面试官。以后的话这件事我也比较支持刘亮就对了。但是我想讲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就是其实我们宁可相信你是善意的，你没写清楚，或者你有其他的出发点。但是这个同样反映出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干的活为主。
那都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个稳定的职业。好，包括这些争论，再次提醒，谢谢刘亮，谢谢段东。为什么？我们已经在这个平台上说过不少于10次，下笔的时候要慎重，因为你下笔描述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个儿。希望这是个教训。宇华，我问一下你，在那个电影节和那个电影院工作的时候，都有关于策划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啊。波士团新成员雷少东，180整合营销 CEO，180 China 中国著名的独立传播集团，并荣获2012世界领先独立广告公司。有哪一次策划让你自己觉得做得不错？是什么样的 idea？ 就举一个例子。我在电影节的时候做的是文案和宣传，就是比较偏重于中英文翻译，还有到全英大学里去征集90秒电影短片。当然我也是这部就是竞赛的参赛者，但是我在17.5影城比较自主一些，我策划过张艺谋的《金陵十三钗》的那个影片宣传活动，我在我的这个策划案叫做梦访金陵十三钗，我在社会上征集了13个漂亮女孩子来模拟一个就是那种小型的首映式，一共是12个女孩，加上我是13个人，当场会引起很多的就是观看电影的观众的轰动，他们会找这些女孩子们去签名、拍照什么的。为什么每一次策划我都发现你介于其中？你不是作为一个策划者、策动者，不是，而一定作为参与者。不是，他一定要是个参与者。他刚才说了，少东，他回答你的问题，他愿意在台上。我来问个问题吧，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不可能给你提供演员的职位。那我其实想考察一个你做主持人的能力，因为你也表示了你想做主持人。因为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就全球太阳能应用产品大赛。那你模拟一下吧，假如说你现在来主持非你莫属邵刚式应聘，你能试试吗？你到这儿，主持人在这儿，我是在这儿，我康上来了，来。大家好，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我们的非你莫属节目。邵刚你好，你好，非常高兴见到你。请问您今天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呀？演员或者主持人的工作。我想看他跳一段舞。好，现在有一位评委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，那你也不能够有失众望，对不对？江南 style， 那就来，对，江南 style， 大家鼓掌欢迎。作为求职者，我们是来求职的，我们不是出来卖艺的，对吧？可是你找的工作就是卖艺的工作啊。我忽然发现邵刚长得很像鸟叔，是吗？稍等，你的工作才是卖艺的工作呢。我是个光荣的主持人，我是卖大脑，你是卖艺。侮辱别人的职业，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。闭嘴，没什么了，谢谢，再见。他是一个没有职业诉求的人，我觉得你更不适合我们这个平台。是的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怎么有酒吧的味道呢？有梦想，但是想的太多，做的太少。如果真的喜欢这个行业的话，为什么不一点一点的从最基础的一些岗位，踏踏实实的先切进去，再寻找机会？假如你已经做了有关编导或者制片方面的工作，因为我们都不能给你提供演员或者全职的主持人都没有。但是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平台哈，我不是要打断你，我特想说一句，我觉得你们在给自己挖坑，而且挖得越来越深。他现在全答应。你设想一下，明天有部戏找他，随便一个角色。我正要问这个问题。好，王刚，因为我们有一些跟微电影或者视频节目相关的这些编导，这种职位啊。那么如果你来做这样一个制片人，负责一个栏目，但有一天你突然接到可以去拍电影的邀请了，有片约了，可以实现你的演员梦了，你会去吗？我会。明白了。他跟你的回答不一样。好，你挖这坑有什么意思呢？好的，5位，去或者留，选择。谢谢。理论上来说，咱俩应该告别一下啊。是啊。谢谢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, no matter what they do. 我首先觉得非常感谢非你莫属这个平台给我一次机会，能够说出我的梦想。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演员，我也可以成为一个编